土耳其把普京当成敲诈西方的本钱，而他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之后，即将会发动局部战争。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土耳其与芬兰和瑞典达成了允许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的备忘录，为北约的进一步扩大扫清了道路。随即，他将开始在叙利亚北部发起一场针对库尔德人的战争。近日，关于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细节开始逐步曝光。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表示，土耳其从瑞典和芬兰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两个国家将与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承诺取消针对土耳其国防工业的禁运政策。埃尔多安还透露，他将在会晤时与拜登讨论购买 F-16V 战机的事宜。这意味着美国也已经同意了土耳其引进 F-16V 战斗机的意向。当然，美国人在嘴上说这与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无关。这件事的关键就是土耳其充分利用了俄罗斯，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从而证明国际政治的残酷。从来就没有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所谓默契，埃尔多安也没有救过普京，只是把普京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当成敲诈西方的本钱。在土耳其与芬兰、瑞典签署备忘录的一天前，土耳其武器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拜拉克塔尔表示，向乌克兰捐赠了3架军用无人机。根据乌方和土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寻求在乌克兰境内设立一家联合制造厂，在当地生产无人机。土耳其与波兰之间频繁的航班也表明，土方一直向基辅运送军用无人机和弹药。土耳其对俄罗斯的解释是，拜拉克塔尔是私营公司，其出售武器并非是国家对国家的交易。也就是说，土耳其人正在变相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也可以看成是对北约和西方的一个交代。埃尔多安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俄乌冲突的调停人，最近他的画风也有点变了。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应该鼓励俄罗斯总统普京实现体面的退出，让普京成为和平之举的建筑师。但关于如何让普京实现体面的退出，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土耳其原本是北约国家中的异类，甚至被马克龙看成是导致北约脑死亡的罪魁祸首。主要原因就是土耳其身为北约国家，其军队没有得到北约授权，就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甚至连特朗普的警告他都不放在眼里，妥妥的地区霸权。土耳其是北约国家中唯一引进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国家，也是被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制裁的北约成员国。现在土耳其终于抓住机会，为其在叙利亚展开针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估计经过芬兰和瑞典与土耳其之间达成协议这件事儿，整个北约国家都不会再有什么杂音了。俄罗斯为了追求国家战略安全，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可以说等于送给了埃尔多安一个大礼。接下来，俄罗斯支持下的叙利亚政府又将面对如何处理土耳其军队进攻库尔德人的大难题。而美国也是库尔德人的盟友，因此白宫也将面临着抛弃盟友的指责。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土耳其的战略，埃尔多安真是玩的比较高明。这次放行芬兰和瑞典，对其国内的选举也是一大利好。所以土耳其和俄罗斯虽然相互利用，更多的还是土耳其在利用俄罗斯。野心勃勃的土鸡，未来将有可能是北约发展最大的一个变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